Welcome back to Not Traveler. This is Harvey. 今天这一集，我们直接走进雷欧，令人分离的雷欧。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灵魂还在床上，试试看庇护所的咖啡机。有兴趣的试试看就可以了。经过1.5个小时，我来到下一个城镇。有一些城镇都有一些可爱的朝圣者雕像。我要去找一个地方，看到了吗？你找找看。对，没错，就是蒂亚超市。有趣的是，我遇到昨天那个城镇超市的老板，原来他是从这边补货过去卖的。快速的到了下一个城镇，我决定作为休息一下。然后蓝莓它富含抗氧化物、维生素 C， 还有天然的糖分，所以有助于补充能量、减少发炎。不过它非常容易压烂，所以赶快吃掉它。朝圣路上，每当前方出现了新的城镇，都会有一种新的希望的感觉。前面就是有名的大城雷欧。虽然城市的持续进步，但旁边的旧城桥依然保持着。到大城市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欣赏这一座城市，而是赶快找庇护所，因为很热门，所以必须赶快找一个今天可以休息的地方。后来 Daniel 也来了，我决定出发去跟他会合。我们要去附近的 bar 吃点东西，可惜 Hendrik 还没有来。在看着吧台上各式各样的食物，我们正疑惑要点什么时候，旁边一个漂亮的客人用英文很亲切地跟我们介绍上面的食物分别是什么。后来我们吃着，老板还招待了我们洋芋片。眼前这一座是西班牙最辉煌的哥德式教堂之一——雷昂主教堂。它的外观轻盈挺拔，线条非常的优美，似乎看不出来是石头盖的，更像是石头在跳芭蕾。这一座教堂建于13世纪，位置原本是一个罗马的浴场，后来成了西哥德王国的皇宫。到现在才变成是神的殿堂，所以你现在站的地方，从前可能有人在洗澡，有人在开会，现在也有人在祈祷，都在同一个地方发生了不同的事情。时间的重叠与重量就在这些石墙与地面上。门上的雕刻是圣经的场景，是为了给文盲的中世纪信徒看的。你没看错，由于那时候的识字率低，教会要透过门上的浮雕、彩绘玻璃，甚至壁画等等的方式来传递圣经的故事，教育民众信仰的内容。所以那个时候连祈祷都要靠图文解说，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动作都是神学与艺术的结合。当你看到彩色的玻璃窗时，你就踏入了这一座哥德式的奇迹，也叫做光之屋。雷昂主教堂称之为光之教堂，最惊人的是那个超过1800平方公尺的彩色玻璃窗，让阳光变成了信仰的万花筒，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哥德式彩窗之一。这些玻璃不是装饰品，或许也可以说是神的漫画书，用话来讲圣经的故事，照亮信仰，也照亮人心。
而教堂石柱的高耸精细雕刻，每一寸都像是西班牙的灵魂在说故事。当你走进了这里，你不一定会成为信徒，但你绝对会屏住呼吸。内部的设计像空间跟柱子，你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空气被拉高的感觉。你看看这个尖拱顶结构以及细长的柱子，让整个空间像是把人举向了天堂。这是哥德式建筑的魔法，把石头做得比思想还轻盈。来到了中庭空地，就像走进了教堂的心脏，这里安静的只听得见风声跟你的呼吸。不过今天的天气太差了，都只剩下下雨的声音。据说这里是给修士沉思的地方，你也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今天的膝盖还能不能撑到明天。雷昂主教堂不只是建筑，它是时间跟信仰雕刻出来的诗。即使我不是信徒，站在这里也会感觉到各种的脉络都在这里流动。刚从雷昂大教堂那片光影交织的天堂走出来，脑子还飘在中世纪，结果一抬头啊，现实的街道没开滤镜。1秒前我还在仰望彩色玻璃思考人生，1秒后我就开始思考晚餐要吃什么。找到了一间当地人的糕点店，买了一些之后，我准备回住宿的地方休息。早安。一直听说雷昂是一座令人难忘的城市，充满了眼泪跟回忆。后来我发现这里常是朝圣者分离的地方，每一次的分离都与人生每个人的选择有关。而对我而言，这一趟的朝圣之旅不以终点为目标，而是一个纯粹的徒步旅行。今天我决定停留休息，顺便探索这一座城市。昨天我们3个人各自抵达雷昂，住在的是不同的地方。可惜的是 ，Daniel 跟 Hendrik 决定继续前行，而我们就在今天各自分散。在西班牙有一个我非常崇敬的人物，安东尼·高迪。他是一个天才的建筑师，将自然的曲线与结构力学的结合，创造出既稳固又有生命感融入建筑中，创造出独特的风格。刚好雷昂有一座他设计的建筑 Casa Bodenes， 我决定前往欣赏。原来这栋建筑的地面上不只是美学，而地底甚至藏着一层一层的历史痕迹。这个模型展现出地层的历史，它从最上层的现代城市铺面，一直到下方的古罗马，甚至中世纪的地层。地层曾经是住宅、商业或是宗教的活动重叠的样貌。你可以看到高第在设计的时候，精准的评估地层的结构以及基础的需求，柱子与外墙的厚实，深入到地底，搭配当时的排水以及承载的设计。这不只是一个建筑，而是对应时间以及地质的回应。你会发现屋檐的边缘设计出10兆的水道出口，这不是装饰，而是高第精密的计算下的排水系统设计。雨水会顺着屋顶的汇流而下到这个渠道，再由外凸的排水口将水引导在远离建筑的立面，防止长期积水造成石材的侵蚀。这种外挑式的排水设计在当时不仅功能创新，也展现出它一贯的原则，让结构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个动作看似戏剧张力十足，实则是一场信仰对抗恐惧的视觉预言。圣乔治代表了勇气、纯洁跟信仰，他脚踩那条龙，并用剑刺穿，在基督教的传统中象征混乱、邪恶跟异教。他用的不是暴力，而是德行、坚定来面对世界的不公。带你从外面看看。在建筑的外墙主门上，高第安置了一尊圣乔治屠龙的雕像，这不仅是他所有的作品唯一一次以完整的雕像呈现这位圣人，也是为这一座建筑增添浓厚的象征与神秘的色彩。这里曾经是当年的办公区域，
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1楼的柱子上特别的宽大，可能是为了容纳集水处的管线，同时也是支持建筑的结构。这种设计展现出高第对于功能跟美学的双重考量。到楼上呈现高第的设计理念，墙上介绍出它不同建筑的特色。高第利用绳与重力倒挂模型，让建筑自然垂出最稳定的曲线，让建筑顺应自然，然后翻转为现实。在其他地方有摸过这个手把，如果你也有摸过，应该会跟我一样觉得非常的顺手，非常的好摸。这就是高第设计的魔力。所以当我看到那一张椅子的时候，我也心想，一定很好坐，好想买回家。这里就像穿越了时光，回到19世纪末的西班牙，重现了当时的生活空间，包含了寝室、浴室、壁炉、客厅、餐桌、厨房，甚至还有佣人房，还有看诊室，完整的呈现当时的家庭生活样貌，令人惊叹。这个空间不仅呈现了当时的生活风貌，也体现了高第对于功能与美学的完美结合。它在设计中运用了创新的结构技术，如铸铁柱支撑的开放式平面设计，让室内的空间更为宽敞明亮。如今 Casa Bodines 已转型为博物馆，让访客可以亲自体验这座建筑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感受高第的建筑哲学魅力。如果有一天你也来到雷昂，你可以亲自进来走走。从阳台望出去，你可以看得出这座房子坐落于雷昂的市中心，临近热闹的广场，还有重要的建筑，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方便，甚至在商业、社交活动上也非常的棒。高第总是在很多地方有极度精致的巧思，例如这扇门，一般打开的时候它是一个正常的大小，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门其实非常的厚？没错，当你门关起来，把卡榫对接上之后，你是可以把整扇门完全的敞开，以利于大型的物件可以进出，而手把依然是符合人体握感的设计。在19世纪末，雕塑还多半局限于宗教跟神话题材，例如英雄、圣人、对称或是完美才是主流。而罗丹选择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用这一颗奴隶的头注入了雕塑前所未有的语言，让情绪与内在的痛苦成为主角。你看这张脸，它不是神奇，也不是伟人，而是一张被压迫者。他的嘴巴微张，神情扭曲，像是在嘶喊，或是卡在某一种无声的挣扎中。这种真实、粗犷、不完美的表现，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罗丹借由这件作品挑战了艺术的权威与形式，把雕塑的从理想拉回了人性。这颗头也成为了现代雕塑运动的开端之一。
Gazabudinas 像是城市突然冒出一个立体的童话书，从里面出来的结果就是现实直接用无情的大雨泼醒我。你可能会问，一个旅人需要带伞吗？其实你只要穿上防水外套，就可以直接在大雨的城市行走，非常方便。平常热闹的西班牙街道，这时候突然变得很安静。因为长期旅行的饮食不均衡，我去了超市买一点食物，回到 hostel 我买了一些 yogurt， 虽然贴了一些贴纸，但依然被吃掉了。简单的弄了一杯咖啡，在休息的同时，我遇到了昨天那位台湾的姐姐。她刚好从外面回来，她一边说着刚刚市集回忆，一边拿出了这一袋樱桃。她很热情，一边递着樱桃，一边说：“快吃快吃，这是刚刚市集买的。”旅途中最温柔的，它不一定是一个风景，而是这一些跑进你故事的善意。后来我们小聊了一下彼此今天在雷昂的探索，他推荐了我一间超有特色的本地小店，还有西班牙最神秘的教堂之一，拥有千年的历史、壁画，还有王室陵寝，甚至还有传说中的圣杯。你可能觉得圣杯很特别吗？我不确定对你来说特不特别，但你应该听过耶稣最后的晚餐，而那最后的晚餐所使用的乌拉卡圣杯，好像就收藏在这里哦。好了，今天节目差不多，我累了。如果你对于那间店或是那一座富有历史的教堂有兴趣的话，记得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不要错过，记得订阅。我知道你超忙，直接点选小铃铛，让它通知你就好了。留言给我超棒的任何想法，分享给你正在旅行规划的朋友。我们下次见。